王一博联合国演讲震撼全场，如果这一幕是真的，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黎春正。当一个问题突然出现在网络上的时候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相信，而是怀疑。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样一条消息，王一博站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台上，面对来自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，全程不用演讲稿，用流利俄语连续发表45分钟演讲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会觉得这是夸张的营销，还是会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？然而，恰恰是这样的画面，引发了无数网友的讨论，有人惊叹，有人质疑，也有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：王一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来聊聊，如果王一博真的站上了联合国舞台，并且用实力征服全场，那么这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？首先，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那个令人震撼的场景。联合国大会现场庄严肃穆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、学者以及国际组织代表陆续入场。会场内充满着严谨而正式的氛围，就在所有人等待会议开始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走向演讲台。王一博一身黑色正装，神情平静，步伐坚定，没有夸张的表情，也没有刻意制造气场，但正是这种从容，反而让人无法移开目光。很多人都知道，王一博是一名演员、歌手、舞者，也是职业赛车手，可当他出现在这样的国际舞台时，外界最关注的问题却变成了另外一个：王一博凭什么？为什么是王一博？面对这样高规格的场合，他真的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吗？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给出了答案。演讲开始了，最令人意外的是，王一博并没有低头翻阅稿件，也没有频繁看向提词器，他直接用俄语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。那一刻，现场很多代表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娱乐圈明星最大的优势往往是舞台表现力、可语言能力、国际表达能力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，却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。然而王一博却让所有人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。如果说刚开始大家只是出于礼貌认真倾听，那么几分钟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投入其中，因为他们发现王一博的表达并非简单背诵，而是在思考，在交流，在传递观点。而这也引出了第一个高潮。王一博最让人震撼的，或许不是俄语本身，而是脱稿。要知道，在国际会议上，即使经验丰富的政界人士也会准备大量资料和演讲稿，因为任何一个细节失误都可能影响整体效果。可是王一博却始终保持稳定节奏，没有慌乱，没有卡顿，更没有明显失误。这种稳定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长时间的准备，意味着足够扎实的积累，也意味着强大的心理素质。很多观众看到这里，或许会产生疑问：如果一个人只是依靠流量和名气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吗？答案显然值得思考。而随着演讲不断深入，王一博谈到了国际交流，谈到了文化理解，也谈到了年轻一代肩负的责任。这些内容看似普通，却恰恰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话题之一。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，不同民族拥有不同价值观，如何在差异中寻找理解？如何在交流中建立信任？如何让年轻人成为未来合作的桥梁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。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如果您喜欢王一博，想第一时间了解更多关于王一博的最新动态、精彩故事以及深度解析内容，那么欢迎支持我们的频道。同时，我们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些优质商品，希望能够给您的生活带来帮助和便利。相关商品链接已经放在本期视频的简介区，同时也置顶在下方评论区。感兴趣的朋友
可以点击查看，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。您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持续创作优质内容的最大动力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关注与陪伴，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与信任。祝愿大家生活愉快，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。但王一博却试图用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，现场很多代表开始频频点头，有人记录重点内容，有人专注凝视讲台，还有人不断交换眼神，仿佛正在重新认识眼前这个年轻人。看到这里，不少网友也开始发出同样的疑问，为什么王一博能够获得这样的关注？难道仅仅因为他的明星身份吗？还是因为他展现出了超越明星标签的能力？事实上，一个人真正赢得尊重的，从来不是身份，而是实力。没有实力，再耀眼的光环也会迅速消失。而拥有实力的人，即使站在人群之中，也会被看见。随着演讲进入后半段，现场气氛逐渐升温，王一博的声音依旧沉稳，他的表达越来越自信，他的逻辑越来越清晰，也终于出现。很多人开始意识到，王一博正在打破一种刻板印象。长期以来，部分人总喜欢把偶像艺人与实力画上对立关系，仿佛拥有流量就一定缺乏能力，仿佛受到关注就一定不够专业。可是王一博却一次又一次证明，流量和实力并不矛盾，年轻和成熟也并不冲突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你是否愿意持续成长，是否愿意不断突破自己。如果一个演员能够把角色演好，一个舞者能够把舞蹈跳好，一个赛车手能够在赛场取得成绩，同时还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国际视野，那么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尊重吗？或许这才是无数人关注王一博的原因，因为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明星，而是一个始终在进步的人。终于，演讲来到了尾声，全场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在等待最后的结束语。王一博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完成最后一段发言，随后轻轻点头致意，整个会场短暂沉默。这一刻，仿佛时间都停止了。紧接着，掌声响起，最开始只是零星的掌声，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，掌声迅速扩散至整个会场，越来越响，越来越热烈，越来越持久。如果说前面的内容是在展现能力，那么这一刻展现的则是认可，因为掌声从来不会因为身份而出现，掌声只会送给真正打动人心的人，而这也成为整个故事最震撼的顶点。但故事讲到这里，还有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，为什么这样一个画面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讨论？因为大家真正关注的其实不是演讲本身，而是成长。很多年轻人都在王一博身上看到了一种力量，那就是不断突破自己的力量。今天学习一点，明天进步一点，1年之后再回头看，你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。这条路或许很慢，但却最踏实。王一博一路走来也是如此，从舞台到影视，从影视到赛车，再从赛车到更多领域的挑战，每一步都不轻松，每一步都伴随着质疑，但王一博始终没有停下脚步，而这恰恰是解决所有争议最好的方式。面对怀疑，不争辩；面对否定，不抱怨，用行动回应，用成绩证明，这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。回顾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会发现，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，或许不是所谓的联合国演讲，而是这个故事背后传递出的价值。一个公众人物能够被尊重，不是因为流量有多大，不是因为粉丝有多少，更不是因为热搜出现了多少次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他是否始终保持进步，是否愿意为梦想付出努力，是否能够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拿出足够强大的实力。而在很多人眼中，王一博正是这样的人，他不断挑战自己，不断突破舒适区，
不断创造新的可能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关注王一博、支持王一博的重要原因。那么看到这里，你怎么看待王一博？如果未来真的有一天，王一博站在世界级舞台发表精彩演讲，你会感到意外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黎春正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